下面进行举证环节，检察员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供？没有新的证据提供，对一审法院的证据予以认可。原审被告人，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可以出示法庭？有，我愿意把头盔归还给失主。被告人罗成，你说的话本庭已记录在案。检察员，请发表质证意见。检察员意见认为，此头盔的型号与被盗的赃物型号所属一致，但不确定这个头盔就是被盗的赃物，所以此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我们有疑问，所以检察员不予接受。既然说检察员他们也觉得这个证据是有性，既然说检察员我哥是老实人，他不会撒谎的。这头盔肯定就是我拿出来的那顶。新产生的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，而且检察员在此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上均提出了异议。虽然说新的证据是本案的物证关键，但是根据一审的案卷，被告人他已经是在一审判决前就已经私下支付给受害人所有的赔偿，而且新提交的证据并不可以产生新的证明目的，所以本庭不予认定。这就是我拿回来的那头盔，我给找回来的。咋找回来你们还不认了呢？被告人，请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。我还专门在网上搜索了，这个头盔它是限量版的，很难买到的。被告人罗成，如果你认为你很委屈，你在法庭上哭的话，你只会影响合议庭对这个事实正确的判决。法庭是不相信眼泪的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弟弟，请执庭法警将被告人带离法庭，稳定一下情绪，暂时休庭。关于检察机关刚刚提出的抗诉意见书，二位是怎么想的？书记员记录一下。一审认定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被告人也没有辩解，案情相对简单。盗窃罪的数额、量刑、起点也并未超过当地的指导规定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刑事处罚嘛，也属于可加可不加。我们先不说这个啊，我想考虑的是，如果站在被告人的角度呢，他将面临着什么？对被告人来说啊，面临的损失就是一段时间的自由。支持抗诉改判，增加刑期啊，让被告人能够深刻的认识错误。我认为可以增加下限刑期。哎呀，这表明了我们的立场。看来易老师处理这种情况相当老道啊。二位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，被告人他是存在不构成犯罪的可能的？不构成犯罪。职务侵占罪。职务侵占那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定罪的数额起点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到1万了。这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本来它就存在着一些界限模糊的地方。易老师，你刚刚说的特别对，就关于界限模糊这一点，我昨天研究了一夜，我发现咱们的司法解释对于这方面的确是有不够清晰的地方，所以我认为疑点利益应该归于被告人。盗窃罪还有职务侵占罪，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拿过来还是藏起来。一个是从别的地方、别的人那边拿过来偷到自己的身边，另外一个呢是把本来就在自己身边的东西占为己有。到底是有罪论定还是无罪论定？他是快递公司事实意义上的员工，这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要构件，所以就不能按照盗窃罪论处啊，对不对？量刑的多少并不是最难的，罪与非罪的界定，那才是考验一个法官是否真正合格的条件。您说的太对了。小玲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觉得呢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但是，如果适用职务侵占罪的话，那他这几千块钱的东西可就入不了入刑的基本点1万，这样被告人可就直接变成无罪了。那么，就要送审判委员会审核了。维护每个个人的利益，才是维护整体的公平。
因为事实上，在生活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。坚持司法公正，就这么办。对，罗成作为快递公司事实上的工作人员，利用经手本单位财务的职务之便，侵占本单位拥有限定处置权的价值2499元的财物，其行为区别于从他人之处非法秘密获取财物的盗窃罪，应属职务侵占性质。但因侵占的财物价值未达到侵占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1万元，依法不应以犯罪论处。对原审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一案，本合议庭经评议作出以下结论：现在宣判。全体起立。本庭认为，原审审判程序合法，认定事实清楚，但适用法律错误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95条、第225条，判决如下：一、撤销滨海区人民法院原审判决；二、判原审被告人罗成无罪。现在宣布闭庭，原审被告人当庭释放。法官大人，你好，法官大人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你判了我弟弟无罪，这是他感谢你了。没事。这个你拿着。哎，您这可是亵渎法庭啊！你要知道，要是贿赂法官的话，一样是可以判刑坐牢的。这钱您拿回去，买几本法律的书好好看看，多读一点法律，少走一点弯路。我也不懂法律，我也不管什么法律。反正得好好感谢你，这个钱你必须得拿着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刚刚听到您一口一声的“法官大人，法官大人”，其实我们法官只是一种职业，和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你们只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就等于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了。我们也会依法审判，尽量给大家一个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。真的不是说您给了我钱，我就可以少判的。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法律，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。都怪我读书读得少。不管怎么说呀，我还是得感谢你。要不是您呢，我弟弟罗成可就毁了。人都是会犯错的嘛，只要及时意识到了，重新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罗成，你以后可得对自己还有对他人负责。刚庭审的时候，我好像听你说你很喜欢汽车，对吗？喜欢。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，你只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可以了。行了，那你们兄弟俩赶紧走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人呐，好法官，我要用一辈子谢谢你。好的，我知道。我现在正在看郑铎的材料，看完我们做一个交流。亲，我回头跟你说一下。进来。好，就这样啊。祈愿，这个是今天扰乱庭审制度的罚款单，需要您的签字。好。听说二审改判了是吧？判了个无罪。判得不错，虽然咱们这个快递行业是否属于这个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呢，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议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判决啊，不是助长了这个快递人员盗窃的这个行为，反而呢，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。什么范例呢？就是作为我们法官，一手是需要严厉的，另一手还得握着一个菩萨的心肠，谢谢祈愿的鼓励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和很遗憾的地方吧，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。祈愿，我觉得咱们院的员额制改革还真的是挺好的。哦，怎么个好法？首先，它正规了法官的队伍，
无论资历还是出身，只有经过了入额制考核的入额法官才有审判权。其次，他还规定了我们每一年审案的达标量，那也就是很好的把我们审案的人员还有辅助的人员给分开了，让真正可以办案、能办好案的法官留在一线，然后不用去干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。是啊，说的不错，但是呢，有好多人不理解。这段时间啊，因为员额制啊，也走了很多人。这个其实很好理解。任何的改革都是伴随着阵痛，要是专业不达标，那就是应该要淘汰了。希望你以后啊，在入额考试的时候，面对审委会也能不留情面的这么回答。不留情面是法官应有的专业素养。好，希望你的素质能达标，啊。谢谢。被告人赵猛、杨康实行团伙共同诈骗，通过网购的假信用卡，以发放助学贷款的形式实施电信诈骗。就按照这些大学录取资料给我打，一个一个来，今天中午全部打完，明白吗？好，明白。喂，我到了。你卡里没钱啊？要激活？哦，再转一下是吧？这好，你说。天哪！这个电信诈骗案，一审数额认定怎么才50万，那么少啊？哎，就是啊，你说这种人差点害死学生，那贩毒不杀人还能判死刑呢？这种电信诈骗啊，骗那个养老钱、救命钱、学生学费的，性质极其恶劣，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，就应该判死刑。哎，他还想上诉，想减刑。这个案子的争议啊，主要是在于如何证明骗子账户里的钱是诈骗所得。现在网络都这么发达了，作案手段嘛，又很智能化，地域分散化。目标广泛化，团队国际化，很难追查到赃款。按照我们传统的证据证明方式我们认定的这个赃款啊，一般都比实际的赃款要低。这种电信诈骗啊是新型诈骗，传统的证明标准用在这上面就是有问题。回来了。相亲大餐吃的怎么样呀？这是你干活吗？说说正事儿。我妈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想一出是一出，累死我了。辛苦了啊！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直播呀！哎，就这个叫隔壁老王的男人啊，天天在这个直播间分析吐槽各种案例，说的还挺头头是道的。这学法的都能当网红了，我感觉咱们就多了一条出路啊！你就这点追求啊？我可不想当什么网红。我要当一个有智慧的女人，将来做一个像祈愿一样有使命感的法官。哎，你没事儿吧你啊？你天天这样使命感的，你是不是真准备跟你妈断绝母女关系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可受到我妈刺激了，你别惹我啊！我以为你已经心大到刀枪不入了呢。哼！哎，你吓我一跳！我错了还不行？真的是！哎，姐妹，听说逛街 shopping 可以让女人的心情变得特别美丽和愉悦，正好难得周末，咱明天就逛街吧。不行啊！我明天还要礼貌的去应付一下相亲对象。要不然咱们改后天再说吧。好了，送好了。不好
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有点走神了。没事儿，你先告诉我你在想什么。我告诉你想什么可以，但是你肯定没兴趣。我在想我手头一个案子的争议焦点。我特别感兴趣，你给我讲讲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很枯燥，就是为了这争议焦点，光判决书我都改了7、8遍了，但还不是很满意。哎，可是这判决书难道不就是只写2句，判你多少年吗？好多人都有这方面的误解。判决书呢，它不仅要写清楚事情的经过、双方辩护的焦点、法官引用的法条，还有相关的依据。而且呢，它还要求你层次清晰，逻辑链不能断裂，而且，总之就是要把你的思维文字化，让服判人员感觉到合法、合理、合情，由此推导出这个是这个案件唯一性的判决。我觉得你这好复杂呀，是很复杂。哎，照我说啊，这犯了什么法，该判什么罪，这刑法里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？不是，照我说呀。这么理性的事情啊，就应该用人工智能来解决。哎，你这个观点我特别的认同。其实我也有想过，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们 AI 的人工智能可以到我们的审案当中。可是呢，如果真的要到那一天，其实是要有极端的条件的，那就是我们的法律要足够的量化还有完善。哦，明白。哎，那你最近有什么案子呀？你妈妈说，就是你判的风格。属于那种又创新又大胆。我妈妈这么说我。对。其实我们判案大胆说不上，我们都是按原则做事，可能是因为榜样的力量吧。我们院长就做得很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废话，我等你回来呢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满意吗？什么呀？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人，对我们法院的事还挺感兴趣的，问了我不少。完了。完了。人长得怎么样？性格好不好啊？长得怎么样？你不是见过吗？对。性格还算热情吧。有意思啦？什么有意思了？我没意思。对了，他还送了我一条围巾，到时候你抽空帮我还给张阿姨吧。哎，不是，你瞧人多懂事啊，头一次见就送你见面礼。哟，哎呀，那再说了啊，人家多有绅士风度啊，是不是啊？哟，这质量还真不错啊。你到底帮不帮我还啊？我可不好意思把这围巾还给你张阿姨。再说了，你这么忙还抽空还陪她吃饭，收她个围巾怎么了？行了，你要是不帮我还，我就自己还。哎，不是，反正我都已经给钱。哎，不是你这，哎呀，你有意思就往下再谈一谈嘛。什么谈一谈？妈妈你行了啊，我去看书了。你这个不帮我还的话，你就别动，我改天自己还，别动啊。哎，不是，马老宋。哎，小姐。一共5块，你是现金还是支付宝？现金。谢谢你啊，你还给我买了围巾当礼物。我就怕你不要。哎，你鞋带子松了，你要不系一下？好，我帮你拿吧，我帮你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下次见。嗨，今天我们说什么都要把这本书给看掉。没问题。牛老，你们也来了？看书啊？哎，这不为了应付法官入额考试吗？是的。哎呀，天哪，好多要看的。这好不容易放天假，反而觉得浑身不自在了。看来啊，就是待在法院的命。我们一起加油！加油！焕峰，
哎，hello， 是你找我啊？是你找我吗？是，我这不是路过附近，然后一看快中午了，我就说想找你一起吃个饭。找我吃饭？现在离饭点还早吧？你是有事儿吧？你觉得在这儿说不方便吗？啊，不是。哦，那行，那我们到那儿说。哎，好。我说呢，刚刚怎么会有保卫处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找我？对，我刚刚给他们找你嘛。是不是？行，你说吧。你看我送你个小礼物，你还塞钱给我，太见外了。嗨，我这个人不大习惯收别人礼物，而且你送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啊？没事儿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庭？明天我有空，可以来学习一下。好啊。明天刚好有一起电信诈骗案，明天上午公开审理，你可以过来看。太好，我觉得你讲的可有意思了，我真的可以去旁听吗？可以呀，公开审理，谁都可以过来看。那这个案子你会像上次一样直接宣布无罪释放吗？我觉得上次你那个判决真的是太酷了。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无罪释放？那你会减刑吗？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坚持原则又敢于创新的女法官。你好像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啊。当庭审理、公开审判，法庭可不是我说了算的。小马法官，哎，小欧，这是你男朋友啊？不是。你好，请问是赵猛先生吗？是。我们是法院的，这个是您的传票，麻烦签个字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小马法官，你过来。这个人，我之前看到他跟赵猛认识。走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事儿。哎，等等，你认识我？你是不是认识我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别走马拉松。张阿姨是我亲小姨，你救救我兄弟赵猛吧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不熟，你把你手放开啊！你放下，你手放，我都能办到。我就一句话的事儿。你说我跟你不熟，你把手给我放开！住手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啊，哥，这是我女朋友，您别管行吗？谁是你女朋友？徐苑，这人是电信诈骗案的同伙，他想托关系让法院轻判。院长，哎呦，院长，对不起，我求求你了。你少判他几年，行吗？等他出来，我好。求什么？少判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要用这种行为来帮你兄弟的话，你不但帮不了他，而且你还要给他害了。院长，你有办法，你们一定有办法。我们的办法就是依法行事。走。哎，院长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是在法院，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。这就是你妈给你介绍的对象啊！你笑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现在能感受到做一个审判长的不容易了吧？啊，有方方面面的压力。这压力倒是其次，我就觉得太扯了吧？难不成我以后新交一个朋友，我还要先查查人家的老底？这也不怨你妈，怪你啊太不争气了，所以你妈才有病乱投医啊。下回有这种事情啊，跟我和老牛还有刑一庭的同志商量商量，替你把把关。我真是谢谢您了。下午就要开庭了，你打算这个案子怎么判？怎么判？我当然重判啊！想要动摇我马拉松没门儿。你说什么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，钱，您老师教育我们的那段话怎么说来着？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一切都要以证据说话。没错，以证据说话。经审理查明，上诉人赵某、杨康共同诈骗事实清楚，且根据在案证据对公安机关的供述、扣押物品清单、银行对账单、POS 机交易流水、司法会计鉴定等
证据链互相印证。上诉人赵猛、杨康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电信诈骗，因客观原因无法查实被害人，但其他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诈骗所得的情况，因此不应以被害人未被找到或未被一一对应查实为由，而将相应的诈骗金额排除在犯罪数额之外。综上，上诉人赵猛、杨康总诈骗数额应为125万元。基于审判不超越起诉指控范围的原则，未纳入指控范围的部分不予评判。原判认定犯罪数额50万元有误，应予纠正。现在宣判，全体起立。本庭认为，原审审判程序合法，但对犯罪数额认定有误，对赵猛、杨康的量刑极轻，因二审应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予以维持原判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225条和226条，判决如下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宁浪区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9年，剥夺政治权利2年，并处罚金1万元。小马法官，这是电信诈骗案受害者学生家属一起送来的。哇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们的马法官厉害啊！不仅不减刑，还能找到他侥幸逃脱犯罪的办法。虽然呢，这个被告人上诉不加刑，但是我们马法官就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盯着你呢。公正执法，公道人心。师哥给你点赞。谢谢。哎呦，这咱们刑二庭的墙上可又多了一个奖章啊！哎，后天的全员评比，大家可要加油啊！加油！下面，我宣布评比结果。优秀庭审，卓建设办案标兵刘岳阳，巾帼之星马拉松，岳阳，好好干！模范法官刘庚，恭喜啊！小刘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零星合议庭、刑一庭、刘庚、王梦马拉松，先进庭史、刑一庭，就是我们。欢迎协议庭啊，刘庚给大家说2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院领导，继续努力。看看啊，明星合议庭，不愧是咱们牛老啊，在您的带领下，怎么说来着？您就是咱们刑一庭的镇庭之宝。没错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牛老家里头可有咱共和国的首批法官，牛老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咱们法律人的血脉。哇，牛老，原来你们一家都那么牛啊！真是牛，真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才是我刑一庭的吉祥物呢。好，来，放下啊，放下。这个奖状啊，只能代表咱们的过去，千万不能骄傲，要继续努力，再接再厉。所以按照老规矩，这个奖状我不把它挂出来，继续收起来。低调。牛老，领导有道，指导有力，牛老。行了，少拍马屁，要拍就拍牛屁。还有啊，再过1周就要考核了，
你们俩虽然现在在刑2庭啊，可也是咱刑1庭走出去的人。我希望在座各位啊，面试、笔试、综合考试，一举拿下，行不行？下。好。你快点，到时间了吗？到时间了，你别催我，这不输入着吗？我太紧张了，身体忍。抖什么？抖什么？啊！你怕什么呢？该来的总会来的，不就是个考试吗？牛老，您说的轻松，我这资历没法跟你们比呀。我长那么大还没有经历过几次这么大的事儿呢。黄渤，你真是的，是我在查成绩还是你在查成绩？你紧张什么？你完了不就到我了吗？我过了！好，快查我的！你赶紧查吧！哇，我还真的以为我过不了了呢。我感觉我最后几段不敢按。你也太怂了吧！来，我帮你按。你呀，心虚啊。好不好？这不过了吗？哎呀！谢谢上官同志，谢谢牛老。哎，太好了！查牛老的哥哥。来，我来查。你都过了，我还能不过吗？吼，牛老也过了。齐远，您找我啊？是啊，你看看啊，这人民司法的这个杂志啊，你的电信诈骗案已经被选入人民司法作为示范的案例了啊。这上面一句话啊，写得很好啊，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电信诈骗案犯罪数额认定，不应该以查实被害人为必要条件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看清法律与时代的趋势，走在前面了一点点，弥补了立法的滞后性，干得不错啊！谢谢齐远的鼓励，我一定会更加加油的。好，下午呢，我去这个政法大学，也就是你的母校啊，当然了，也是我的母校，去参加一个学生的毕业典礼啊，跟他们学生啊做一个交流。你作为这个政法大学的高材生，又是一个法律人杰出的一个代表啊，我希望你跟同学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的经验。我分享，我分享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不愿意去啊？不是不愿意去，而是齐远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，说我毕了业以后，我还能够回到学校去跟同学去。不要啰嗦，去还是不去？去。好，哎，齐远，这个可以给我吗？送给你了。谢谢，下午见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你们今天毕业了，高兴不高兴啊？高兴。哎，从此以后不用再上课了。什么是正义？哎，你说。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正义，因为每个人代表的观点不同，他的正义方就不同。我能做到的就是尽我最大的所能做到公平和正义。非常好啊，坐。正义啊，就像他说的，有可能人的一生都在追寻着正义。善恶呢？什么叫善恶？善恶没有标准。小朋友们，他们才问，
这个世界上是好人多呀，还是坏人多呀？不管是遵循西方法律的人性本恶，还是遵循东方法律的人性本善，我想呢，人性既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。我想跟你们说的呢，就是要踏出这个善恶的框架。当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想一想啊，要恨他的这个罪，而不要恨他的这个人。当有一天啊，有的人跟你说一些话，你感觉听上去十分正确的话，你一定要相信逻辑，不要相信直觉。犯罪只是污染了这个水流，而不公正的审判，它污染的是整个的水源。这个犯罪啊，跟人性、社会、教育、国家政策是高度相关的问题，而不仅仅是犯罪的本身。这才是法律的本相。普通人以法律自律，而我们法律人以真理自律。这个行业啊，是在这个社会当中为数不多的能让你感觉到崇高感的一个职业。我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生活里边，你们要充满激情，保持敬畏，接近真理，为创造你们明天更美好的生活，时时刻刻的不忘初心。各位学弟学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学姐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刑警法官，我的名字叫马拉松。马拉松没错，就是那个在赛道上跑的那个马拉松。如果不相信我叫这个名字的人，一会儿可以上来看一下我的身份证。今天呢，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是你们光荣毕业的日子，今天是你们万里长征迈向职业法律人的起点。但是如果你们认为我今天过来是想像祈愿一样过来鼓励大家的，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今天过来，作为学姐的我是打算狠狠地往你们的头上浇一盆冷水，让你们知道，现在转行还来得及。别笑，我是很认真的。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生活中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开玩笑、非常喜欢听笑话、讲笑话的这么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工作让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。每个职业都有它的痛苦，包括法官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想做一名优秀的法官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就得拥有一颗非常巨大的心脏。当你看完了断臂残肢一张比一张更加血腥的现场照片之后，你还能吃得下饭、睡得着觉。因为如果你想要帮助更多的人，你就得拥有一个强壮的体魄。你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那种突然拿到了一张龙飞凤舞、一个字都看不懂的医生处方时当证据的那种尴尬。我有一个民庭的好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当了法官之后，他觉得他的知识面从此走向了人生巅峰，没有他不知道的，只有你想不到的。不仅要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，什么季节种什么粮食，建筑物的基本构造是什么，你还得清楚邻里关系、心理技巧、夫妻房事。哦，最好你还要懂一些防身术，特别是逃跑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巧才可以跑得更加快。你要知道，身为一名法官，你没有资格去交新朋友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。我妈有一次，她通过三姑六婆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可是第二天，我忽然发现那个对象，他原来是当事人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，突然就跟我说，能不能帮我那个哥们儿开开后门？当然了，如果你是一名法官，你还不能随便的收受礼物，包括
和你好朋友在吃饭的时候，你都要提高警惕。最好在吃完一顿饭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上一句：“这顿饭我们已经 AA 了哟。”最好还要录音和录像固定证据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哪一天可能这就成为了你被投诉的一个理由。身为一名法官，你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哪个眼神或者哪个举动，有可能就已经触发了暗藏已久的仇恨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好多同学都已经想转行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差的还远着呢。那个同学们，那个下面呢，我用这个大法官啊，他有一段话呢，他是这么说的啊，在未来的岁月里，我希望你们遭到不公，而领悟公正的价值所在；我希望你们能尝到背叛，而领悟忠诚；我希望你们被人忽视，而学会聆听；我希望你们尝到切肤之痛，而理解同情；我愿你们拥抱真理，而真理之光永远普照你们。我听见回声，来自上宫和下。